联准会降息的节奏慢下来了，我们应该如何因应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赶紧带大家来聊聊联准会最新的一个决议啊！哇，吓死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解读鲍尔主席他的讲话呢？今天我们就很快一点点时间带您来看懒人包在这。好，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联准会最新的决议是什么？首先呢，他告诉大家说，明年接下来可能通膨的状况，我们要重新开始留意它了。然后呢，再告诉大家说，这一次呢再降息一码，然后我很可能要暂停暂停到什么时候呢？暂停到我再看到苗头状况，我再来决定要不要继续降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哇，那这第一阶段的降息好像到此为止。然后接下来如果还要降息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个更严格的标准来检视所有的经济数据这会让大家很紧张。因为本来我们以为降息循环一开始不就应该是一步一步台阶往下吗？哪有那种降息到一半站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休息看看风景？不对的。所以呢，大家觉得说好像跟我们的预期不符。好，那我们就来看到底呢这个联准会给大家的一个点阵图，认为2025年就明年，然后2026年到底会怎么个降息的节奏。好，那今年我们看到状况就这样了最后一次12月就再降一码，然后呢据说明年2025年你那个点阵图看起来可能明年再降2次，2026年再降2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tempo。 好，但是这样的一个 tempo 呢，让大家就觉得没有很满意，因为大家觉得鲍尔主席虽然是降息，你觉得他鸽派，但是呢他好像是披着鸽子皮，里头是一只老鹰。好，所以就很担心了嘛。好，那于是乎呢，我们大家就担心，简单来讲就是这一次的降息一码应该是我们在短期内看到的最后一次，然后下一次还要再降息，可能那个降息门槛会变比较高，因为他觉得通膨可能会再起来。要降息的前提是你通膨要回到一个联准会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当中嘛。那如果呢，现在通膨又要往上，我当然不能降息，我不升息就不错了，不能降息的。所以呢，接下来大家就预测说，你要看到下一次2025年什么时候降息，可能会那个门槛高一点，所以大家担心的是这个状况。于是乎呢，马上告诉大家反应是什么首先的反应就是美元暴涨你就看美元指数喷往上喷到2年来的新高了突破了108。因为呢他说他不降息了嘛，那美元当然就强起来了嘛，所以呢大家钱就往美元这个地方走，非美货币倒一片你看那个韩元啦、日元啦，然后全部都稀里呼噜的滚下去。所以呢，非美货币呢，你接下来肉眼所见，简单小指头想都知道，非美货币强不起来，会很弱的。然后美元呢会持续的往上走强的。好，那你接下来就要问我了，川普总统1月20号要上任了，他不喜欢强势美元，川普觉得美元就要弱弱的有助于这个美国的经济出口发展，所以他喜欢美元弱弱的好，但是呢这件事情跟他要做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驰这个川普先生你的经济学有没有学好他一直说要加关税就会通膨之后呢这个美元就会强，因为呢这个联准会就不会降息，就会强。好，那川普他是喜欢降息，他喜欢弱势美元，这些事情跟他现在要推出的政策不一样的方向。好，那最后他怎么折中我们不知道，但是目前看起来状况就是如此。所以呢你说这美元要弱下来很难，美元会很强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心里头想的是一套，但他做的是另外一套。所以现在华尔街的预测是美元会继续强好，所以呢美元很强，你应该要怎么样做你的投资布局，你就要放心上。再来一个呢，我们就看美元很强，大家担心金融市场呢，因为呢这个联准会一放鹰之后马上这个很多金融市场稀里呼噜滚下来，像美股也是然后呢这个债券的价格也是立刻暴跌，因为殖利率就上去了嘛。好，于是接下来大家担心的是一个日子，叫12月20号四乌日。四乌日是什么这个四乌日其实是美国呢在每一季3月、6月、9月、12月的第3个星期五，好，都会有
衍生性金融商品结算日。好，那你要结算这样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马上就会市场通常都比较会跌，比较不涨，因为大家都会有这个要把他的手上衍生性金融商品卖掉变现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所以卖压很重嘛，金融市场就会迎来一个波动。好，那这个四乌日呢，通常都会稀里呼噜啦，都会有一个大震撼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先放心上。好，那这一次的四乌日呢，又因为刚好最后一次12月20号，圣诞节快到了，还有这个中国的农历春节都会有资金运用的需求，所以很多人也会在这个时节呢，把他手中的一些金融商品给变卖、变现回来，还要用嘛。所以呢，其实在年底这段时间，金融市场震荡本来就会大一点所以呢，下跌几率大增。还有一个就是到年底，资金运用需求，大家会把风险性的资产先变现，落袋为安。什么叫做风险性的资产？比特币就是一个。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比特币呢，它就会慢慢的感觉到它价格的压力了获利回吐了。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就看比特币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最近可能说有人在他身上扔一颗石头是什么呢？就是鲍尔主席他讲啦，因为川普不是很爱比特币吗？他跟马斯克一样嘛，两个人英雄所见略同，很喜欢比特币嘛，所以呢，这个他就还甚至讲说，以后他上任了之后，他要让比特币也成为美国政府的储备的货币。就很像他有很多黄金那样的战略储备的意思一样，他也要储备比特币。然后呢，这个川普就讲了，他说现在不是有很多没收那些罪犯的比特币吗？我们就直接拿来变成美国这个政府的战略储备啊。目前大概有多少？目前有20万枚，都是从那种各种骇客手中啊，这个罪犯啊那边查扣来的20万枚，市价呢大约是210亿美元。好，那这些呢，他说就是他最初的那一批的比特币的一个这个战略储备。那之后呢，他说还要买嘛。那川普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嗨，对不对？美国政府也要来买比特币，那比特币就不价格上去嘛。结果呢，现在鲍尔主席来浇冷水，他说比特币变成美国的战略储备，他说不好意思这个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所以呢，你要让美国政府可以买比特币当成战略储备的话，你要先去修法不是来问联准会，你要去问一下国会同不同意好，所以呢，这个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国会要先同意才可以买比特币的问题。但连这个鲍尔主席一讲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不参与这件事情，不好玩，你们自己玩。于是呢，这个比特币的价钱就就掉下来了好，所以呢，就要告诉大家，12月份本来就是风险的一些资产比较大的震荡会被变卖的时候，那再加上鲍尔主席讲的这番话，就让大家觉得说那可能这个比特币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获利回吐，或者是价格可能会往下修正的压力提醒大家放心上。那再来一个呢，就是美国政府是不是又要关门了？美国政府最近要通过一个临时法案就是他们每次要关门，然后就赶快通过一个临时拨款的法案，这次也是这样。好，但是呢，时间又要到了，所以又要通过新的一次避免美国政府关门的一个法案。好，但是这个法案呢，现在有人跳出来说不可以，谁？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呢，不是即将要成为这个拜登川普2.0政府的一个政府效率部门的部长吗？他就讲了，他说你们通过这个临时拨款法案的这个法案条文当中很过分夹带很多自肥条款你要让政府撑下去，你不就是通过政府的拨款吗？你就是把政府部门的那些员工薪资嘛，你要拨款嘛，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一些跟社会相关的，比如说清洁垃圾车啊，打扫街道啊，类似什么邮局啊，类似这样子的这个经费拨款嘛。结果你知道里头居然还夹带了国会议员的加薪案他这合理吗？不行啊。于是呢，马斯克就说不要给他通过。但马斯克你还没有上任但是呢，共和党已经有些人听他的话了，所以到底这个法案会不会通过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川普方面是讲可以让这个政府继续的运作下去，总不能他都还没上任，政府已经关门了吧？多糗啊！那难道拜登你要川普你要拿钥匙去开白宫的门嘛？那没这回事嘛。所以他说尽量让政府维持运作，但是他说你这样的一个法案法条修一修，没有那个什么国会议员在加薪，不好意思，通通删掉，你只能留一些必要的一些支出。好，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法案到底什么时候通过，我们就可以来继续看下去，到底马斯克讲话
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乖乖听话？好，那当然讲回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哦，到底呢，在联准会这一次这么鹰派的一个说法之后，我们大家的投资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你就可以预期2025年你的投资应该要做比较多元化的布局，因为变数很多。你难保不知道哪天你一觉醒来，川普呢又在他的社群媒体讲了一些什么话，然后又天下大乱，金融市场崩盘，然后又不知道。所以你要多元布局，让你的风险分散。你要布局，你觉得川普看好的一些产业，比如说他看好的是传统的石化业、燃油业，那他看好的是比特币，你要部分放这里可以。但请你不要重压。另外呢，你也要股债要均衡的做配置啊，这样呢才可以把你的风险降到最低，来应对未来呢这个川普2.0的政府哦，可能每天都会有新的震撼教育。所以呢，就告诉大家咯，这是目前大致上的状况。希望你喜欢今天我们帮大家整理的内容，我们下回见咯，拜拜。